浮沉中哭了一人多，前尘如梦，岁月匆匆，繁华尽，尘白中一场空。寒窗数载尽前程，富贵功名变嘲讽。回首处，才知谁是英雄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从公园逃出来那个人，不是他呀。之前本官不是已经让江捕头给你看过嫌犯的画像，且让你一再确认，怎么你现在翻供了？大人呐，你们给我那个画像画的都差不多，您硬要让我认，那我只好说是了。罗明，你敢在公堂之上信口雌黄，你可知晓大明刑律？再不供述实情，本官可要用刑了！请大人息怒，小人不敢，小人真的不敢呐！大人，公园失火当晚，从公园逃出来的那个人不是他，大人是另有其人呐！那不是他是谁？正是前任知府梁元振大人。梁元振？正是。那为何当初江捕头找你的时候，你没有跟他说？小人哪儿敢呢？小人也不知道江捕头是不是梁大人的爪牙。梁大人曾经给小的路费，让小的走得越远越好。谁知道此时江捕头找到小人，问起此事，小的害怕梁大人杀人灭口，所以才知无以对。大人，现在有大人您为小的做主，小的才敢一五一十地说出来。大人，小的十分可怜，请别给小的用刑啊！大人，事出突然，看来得先将此二人收押，请梁大人前来问话再审吧。来人啊，在！将此二人先行收监。是。江捕头，赶紧去请梁大人过来。是，大人。起来，走。姑娘，吴大人在哪儿啊？你让我见见吴大人，我怎么连句话都不让我说呀？义父说，自从徐天佑来滁州，你一件事都没有办对过。现在终于连累到他老人家头上，你只有留书自杀，揽上一切罪名。黄昌云，还有黄昌云呢？让他把这一切罪名揽了不成吗？徐天佑是只老虎，黄昌云是只小鱼。对付这只老虎，得有你这条大鱼。写好了吗？写好了。请吧。快点儿。
真的不行啊！你若不自缢，你一家上下老小19口，无一留下。自己选吧。告诉吴松，希望他说到做到，放过我的家人。天作孽，犹可为。人作孽不可活呀！怎么可能？梁元镇怎么可能自己去纵火呢？而且这个罗明居然敢在公堂之上当堂翻案，真是不比寻常。看来他已经被人收买了。哎，方先生，之前吴夫人从何处使人送信给你的？信封上有驿站盖印，他们应该还在滁州。还没离开滁州的边界。大人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慢慢说。那梁大人呢？梁大人他自缢身亡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吴松啊，吴松，你难道果真能如此神通广大吗？徐大人，这是梁大人的遗书，已招认了公园纵火是他所为。你真觉得他是畏罪自杀的吗？本官才不相信呢。可这笔迹如此工整，不像是被人所迫而写的。那你觉得他会不会是先被杀，然后再上吊呢？禀报大人，梁大人的尸体卑职已经检查过了，身上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痕迹，可见梁大人他是自行上吊自杀的。好，那卑职告辞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先回衙门，再从长计议吧。好，走。女侠饶命！女侠，我都按你的吩咐做了。女侠饶命啊！什么人？先生，大人，黑衣人出手狠毒，动作极快，虽然身材单薄，略微矮小，却很难对付。从对方武功的招数，你能否看出什么端倪吗？正常的武术派别中，甚少会招招索命，而他却执意要取我的性命。我虽然用尽全力，也只能跟他打个平手。那他为什么没有杀了你？大人，我最后使出那一掌，使出了十足的内力。我敢说，如果我伤成这样，他也一定伤得不轻。那依你看会是什么人呢？传说江湖中
有些杀手组织会专门编制一套杀人的招数，用来训练自己的杀手。一来是让别人无法识别他们的来路，二来执行任务的效率也会更高。那能看出他们的路数来源何处吗？先生，那些大多都是江湖的传言和怪谈，多半是假的。即便是真的，也无从考究。确有此事，本官知道他们是谁派来的。徐大人，你的意思是吴松？吴松在京城养了一批这样的人，一直帮他做一些不干净的事情。而且我在来滁州的路上也见识过。大人，那我们就把吴松抓来审讯吧。哎呀，你切莫鲁莽，现在咱们人证物证都没有。我就是人证，我的伤就是证据。那要能证明什么呢？最多能证明，曾经有一个高手潜入牢房灭口，打伤了你。但是呢，绝对无法证明跟吴松有任何关联。是啊，这也只是我们的推断而已，弄不好会被他反咬一口，到时候大家更麻烦。那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这事儿，我先跟方先生再仔细的商议一下。既然你已经受伤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是。学生告辞，大人告辞了。徐大人，依在下看，这件事儿还是放一放吧。啊，我不甘心呐，我棋差一招就输给了吴松。依在下看，吴松这次所谓的回乡祭祖，说穿了不过是亡羊补牢而已。他本来呢想利用自己的势力打压你，却没想到你的恩师巡抚马大人居然能说得动皇上，调你到他的老家。哼，哎，这一招实在是恶狠狠地恶心了他一下。滁州啊，乃是吴松的老巢，他在这里肆无忌惮，哎，猖狂了那么多年，想必他定是担心我来到此地会好好的调查他。哎，所以啊，他就是故意来这里督师。哎，可是吴松啊，还是没有想到你抓住了他的把柄。你想想啊，这通天书院的事情一暴露，他直接就损失了自己的心腹梁元镇。你呀，已经算是很厉害了。只可惜梁元镇一死，这吴松老人必会把在此做的一切恶事都算在梁元镇头上，自己撇清关系了。以后就算再调查到什么，都不能用来对付他了。不过，这个梁元镇是吴松推荐之人，此次吴松回京面圣，皇上不见得就不兴师问罪，大人也不失为下了漂亮的一局了。只是我这局棋在进行布局的时候就已经输了。别这么说，这滁州的老百姓还等着你为他们除暴安良呢。也许你说的对，说不准就像之前吴松对我说的，可能这辈子本官就要在这里落地生根了。唉，别说这些了，徐大人，你看这案子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黄长云他，你是想让我放了他是吧？这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压着他也没用嘛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放了。谢谢徐大人，谢谢。谢什么谢啊？该放的我自然会放的，但是不能不给他一个教训。啊，是，大人说的是。徐大人，方先生，你出来吧。没你事了，可以退下了。是。徐大人，方先生，黄长云，如今是老天爷在帮你啊。本官跟你说，以后你要好自为之。运气这种事，可一不可再。小人知道了，多谢徐大人，多谢方先生。你别高兴得太早。宫院纵火案到底是谁干的？中间人是谁？幕后的黑手又是谁？你我心照不宣。如今此案将结，
按照我朝历律，除了贿赂梁元镇的4名学生以外，其他的考生全都可以重考，不过你不能考。徐大人，小人知道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，一定会改过自新。好了，走吧。谢谢方先生，这回真的谢谢方先生了。走吧。宫苑纵火一案终于有了定夺，梁元镇留书自尽，而且还供出了全部罪行。梁元镇收受了通天书院焦全、王勃、包定、雷代子他们4人的汇款，假作乡试结果，见行藏败露，便火烧贡院，毁灭考卷，罪同欺君。基于性质恶劣，今本府已上书奏明皇上，朝廷已有发落。本案牵扯人命伤亡，可是十分严重的罪行。这下看他们怎么狡辩。其揭示了本地官员和士子的腐败。本府不敢少武青天明镜，亦不容许罪行横行，所以以后若有雷同之事，本官必定严惩不贷。你等4人一律褫夺秀才功名，可有不服？小明辛苦。武松，我不会就此罢休的。来，哎呀，这以茶代酒太不尽兴，太不好玩了。饮多必失，以茶代酒正合此时。况且大人说了，只是准许我们重考，又没有说我们已经中举。这喝酒啊，还没到时候呢。对啊，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咱们几个都那么长时间没有温习了，还能不能考出好成绩都未可知啊。以你们几个的才智，只要肯用功，肯定不是问题的。更何况我让你们去衙门，是在卷宗室工作，那也是一种学习，并不算荒废啊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们在衙门奋斗的时候，昌云，你干嘛去了？少爷，你们在衙门奋斗的时候，我正在四处奔走啊。咱们杨家在滁州有这么多的生意，我呀都累得喘不过气来了。这么说来，这段时间最辛苦的人岂不是你喽？当然，那最辛苦的人肯定是我。常云啊，你要尽快跟严伯父打个招呼。这10天你要回四处去温习。其实我不想考试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不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吧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是我们家少爷的伴读书童。现在既然少爷已经能够认真读书了，我呀也功成身退了。可是你不考试，这也太浪费你的资质了。就是啊。哎，其实我这个人呢，对当官啊就不感什么兴趣。我就希望像我们杨家老爷一样，能够成功的做一个商人就够了。等你们进京赶考之后，我就跟我们杨家老爷好好学习这经商之道。就算你尽得我爹的真传，那也是得真传的第2人，我还是你的大师兄嘛。谁是大师兄，比比才知道。哎呦，好大口气啊！各有志气，好兄弟，我来敬你一杯。来。我说晋升，我看你还是劝劝他吧，这也太浪费他资质了。哎，人各有志嘛。昌云从小就是我的好兄弟，他不管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他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俩也是，我们4个人都是从小到大的兄弟，你们俩也应该支持他嘛。对，来，常云，好兄弟，我敬你。好，谢谢。常云，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。哎，对了，杜大公子啊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呢，我希望能做一个像徐大人那样的官儿，于愿足矣。好，那我们就替天下的百姓敬你一杯，又多了一个青天大老爷。敬杜大人。你呢？我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举人之位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尽力而为。嗨，我跟你一样，能考中举人呢，已经很不容易喽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只要大家尽力而为，不要让方先生失望，这就够了。哎，我怎么会失望呢？
只要你们不负父母之命，不负自己之志，我就满足了。明白了，先生。来，敬先生一杯。来来。义父，你吩咐我办的事情已经办妥了。徐天佑有何看法？自认大败了一场。好，干得漂亮。黄昌云已被释放，用不用我去把他解决掉？不用。新兰不明白。梁元镇已死，有如断了一臂。义父的意思是，黄昌云可以。此人将来必成大器。新兰明白。对了，你和徐天佑的进展如何？已逐渐交好，成为可以分享心事的人。继续做你的事，想办法钻进他的心里面，做他身边最信任的人。新兰领命。哎，你受伤了？新兰没用，潜入牢房杀罗明的时候，遇到一个高手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快休息一下。回来了。去哪儿了？去了结一些江湖事。你不是已经不再做江湖人了吗？怎么还要去解决江湖的事？我现在是在帮大人的忙，但并不代表我在江湖上没有地位。那你就不能改变一下吗？你真的要一辈子都当江湖中人啊？人有些时候可以做出一些改变，但前尘往事不断追逼你，到时你才清楚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。说的倒是。我先回房了。哎，你知道梁元镇自尽了吗？没听闻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昨天晚上，武松将乡试所有罪名都推在梁元镇身上，逼迫他自缢身亡。本官又被武松给算计了。好歹你也算是除了一个贪官，也值得庆祝啊。此话非也。武松弃车保帅，金蝉脱壳，我呢只割了他一子，但是我却从此被困此地。这回是当了大输家呀！看来你喝了挺多酒的，不如我去给你煮碗面条吧。啊，你会煮面条啊？有何不妥？你是我的保镖，又不是我的妻房，干嘛替我煮面条呢？你少在这儿给我发酒疯了！郭女侠，这回我抓到你了。你输了就输了，又不是输光了所有家的，干嘛喝这么多的酒啊？哎，郭女侠，我看我还是给你煮碗鸡酒汤吧。谢谢。
你们几个千万不要紧张，啊，要相信自己。好。啊，去吧。老爷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啊，放那儿吧。是。爹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您要出远门啊？啊。哎，现在云南那边发大水，朝廷要我们这些米商们筹办治水的官米。现在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了。可是前段时间我汇款的时候出了点差错，我现在要到外省去一趟。那爹，你要去多久呢？大概要去10天半个月吧。哦，对了，家里的官米事宜你一定要给我看好喽。那如果官米事宜这么吃紧的话，要不爹，我替你去跑一些汇款的事吧。哎呀，这些银号头吃人不吐骨头的，爹要是不亲自去，他们是不会卖这个面子的。那好吧，我只好勉为其难，替爹去处理官米的事了。你不要给我耍贫嘴，这官米之事，可事关我们杨家的生死存亡，啊，你一定要给我仔仔细细。哎，常云呐，你要全力的协助晋升，不得有半点差错，知道吗？哦，知道了，老爷。啊，你先去吧，我和晋升还有几句话要说。哦，是。晋升啊，爹问你，你当真非上官云儿不娶？当真啊。果然。果然当真。臭小子，说话像在台上念戏文一样。跟你说点正经的话啊。哎，这次乡举考试已经结束，我听方先生说，这次乡试你中举的几率是很高的。如果我中了举人，又得上京复考了。爹，到那个时候，进士不管考不考得上，怎么也得向上官家提亲了吧？爹也正有此意啊。上官这个人，我还是了解的。凡是大事化小，只要有新的喜事，他一定会忘记旧恶。这是他的优点，但也是他的缺点。再说了，前面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他也没什么大碍。让他放弃前嫌，也不是件多难的事情。那爹，我就先去绸缎庄替云儿选上等的布料，给她做嫁衣啊！看把你高兴的！现在官米是头等大事，任何事情都要分轻重。轻重缓急嘛，爹。越老越啰嗦。臭小子！哎呦，上官兄，客气客气。哎呀。老麦、老郭，两位老朋友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们，这都是我从京城里学来的好菜，
你们尝尝，看味道怎么样？哎呀，上官兄，你太客气了。哎呀，上官兄啊，你突然消失这么久，去哪里潇洒了？哎呀，我能到哪里潇洒呀？我是到京城去了一趟，去见了一下世面。人家那些大酒楼的菜呀，那个好啊！哎呦，这些都是我学来的。哎呦，你去京城吃名菜啊？哎呀，难怪变得容光焕发，原来是发财了。哎，发什么财呀？啊，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在京城里带着我去的，包吃包住，不要花我的钱呐。你那个京城老朋友啊，还差点包起你这条命。去！男人说话，女人在这干什么呀？哎，这女人呐，就是烦。上官兄啊，听说你上官家有好事将近呐。哎，你们也听说了？哎呦，听说了！我的女儿终于嫁出去了，你说我这个当爹的开不开心呐？上官兄，那个杨家可是大户之家呀！啊，你这个当亲家的，以后就没什么忧虑了吧？上官师伯，晚上有事找你。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，你们慢慢用啊，慢慢用。好。哎，来，去。上官师伯，谈起云儿的问题，我想问你一句：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？为什么要把云儿嫁给杨晋生？我说你想什么呢你啊？杨公子和云儿是指腹为婚，他们俩成亲，那是天经地义的。天经地义。你当时怎么说的？啊？哎，我如果没有我去救你的话，你今天还能站在这儿吗？你还说呢你？偷偷的跟我女儿私下幽会，我还没找你，你还来找我？你上官师伯，是你不知道，可是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跟云儿那是真心相爱，我救你没关系，你不用感激我。可是你呢，有没有考虑过云儿的感受？你有没有问过云儿，她到底想嫁给谁？她愿不愿意嫁给杨晋生？嘘，你吃了豹子胆了你啊！想夺人妻子啊？你还有没有点羞耻之心呐？啊，让人知道了，那死的首先是你。云儿有你这样的爹，简直是她的不幸。我是为了云儿好，哪像你呀？啊，你哪是为了云儿，你是处处害她。哎呀，幸好这桩婚事没被你破坏掉。其实啊，你也破坏不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吧，这桩婚事是云儿亲口答应的。哎，我说对了，你明明知道他们两个有婚约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这是痴心妄想，白日做梦。上官师伯，爹，就算我求你了，求你相信我，我跟云儿是真心相爱的。我说你呀，你只是杨家的一个下人啊！你要真心爱云儿，你就不要再去招惹她了啊！你看看云儿嫁给了晋生，多好啊，衣食无忧，终生幸福，也有吃有喝。嫁给了你呢，啊，你看看你，你想让她嫁给你，吃苦受累，让她跟着你一辈子做下人呐？是，没错，我现在的确是一个下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奋斗，让云儿过上好日子的。上官师伯，求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让云儿嫁给我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哎呀，得了吧你！你要怪，你只能怪你自己，上辈子投错了胎，一辈子做牛做马啊，一辈子吃苦受累，一辈子做下人。哎呦！
怎么又打我呀？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我？老板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女儿完婚以后，我就把钱还给你吗？你还想骗我啊？给我打！别！哎呀！不还钱！打死你！老头，不还钱！好了，哎呦！上官浩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尽快把钱还我。我只认银两，不认人。如果你还还不上，我就把你的女儿卖到怡红院，你好自为之。走。别！哎呦！慢点啊！你们把这批货往里搬啊！来，慢点。走。畅云啊，记上了吗？记上了。我小心点啊！哎，坐稳了啊！哎呀，少爷，来，慢点啊！少爷，上官老爷有事找你。上官师伯，你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晋升啊，我可算找到你了啊！借一步说话吧。好，走。贤侄啊，我知道你很忙，要不是有急事啊，我真的不会来打扰你的。师伯，有话不妨直说吧。好，那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了。你能不能帮我还清赌债啊？什么赌债？嘘，轻一点儿，不是光彩的事。不是师伯，你跟什么人借的赌债？怎么会牵涉赌债呢？我知道了，上官师伯。这脸上的伤是不是他们打的？他们都是道上的人。哎呀，这下可麻烦了。这群人灭绝人性啊！他们威胁我说我要是不还清赌债，他们就把鱼儿卖到怡红院去啊！什么卖鱼儿？不是，师伯你好糊涂啊！少爷，这回事态可严重了。普天之下，只有你能救我们了。你不可怜我，你也得可怜云儿吧？不就是区的10万两银子吗？10万两？师伯，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啊，你能暂时拖延一下吗？我爹又去外地了，我一时半会儿借不到这么多银两啊！不能再拖了。他们说了，5天之内要是不还钱，他们就到府上去抓人呐！少爷，我是知道了。师伯，那这样吧，你容我再想想办法。谢谢贤侄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爹又不在家，我又筹不到那么多钱，难不成真要看着云儿被卖到怡红院吗？哎，我说，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！就算没主意，你说2句话也行啊。少爷，我也是一直在想，我是想出来的话，我不早就告诉你了吗？哎呀，少爷，我真想不明白，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吧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总会有办法。现在倒好，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，还不如待在学堂呢，最起码没有烦恼。少爷，你先别激动，听我说。那是因为我们长大了，现在不是我们越来越没用了，而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啊，越来越难解决了。其实我也不想改变，可是啊，这世道在改变人，改变了以后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行，你说的都对，那你想个办法出来啊！少爷，办法也不是没有，就看你够不够胆量。哎，快说！少爷，赈济仓里不是囤积着治河的官米吗？只要把这些官米全部卖掉，就是一大笔资金。然后其中的部分替上官世伯还了债，剩下的一部分，我们到外地去买些残米来补充上，只要是数量相等，就可以蒙混过关。残米行不行啊？少爷，有什么不行的？这些残米是筑堤做浆糊用的，人又不吃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哎呀，常云，不行，这事儿万一出了什么岔子，被官府知道了，那是要杀头抄家的大罪啊！不行，行不通。
那我可没办法了，少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俩只有准备银两到怡红院去替云儿赎身了。别胡说，我比你更担心云儿，但你这事儿，这是万万行不通的，行不通。少爷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只能想到这一个办法，就是看你够不够胆量。既然你不同意，那你啊，还是自己考虑考虑吧。关门。少爷，全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时间也快来不及了，是不是要赶紧启程了？好，启程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常云，我和云儿的命运可就掌握在你的手上了，路上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，少爷。好，去吧。哎。来，赶紧的，叫人把东西运走。好。老爷，有一位叫黄长云的公子求见。哦，让他进来。是。请。见你，才明白思念如影。什么样的风景会如此动摇我的平静？相知两颗心，也不愿再任性。有谁可知相爱的意义？我不再怀疑，只想和你携手天地。缘分是天注定，缘来和缘去，只要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前世延续，今生又相遇，今生又相遇。缘分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